天是收拾2万块钱农村小院的第一天，今天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你们看看这屋里面不收拾实在是下不去脚了，估计你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吧。心脏的人我估计给钱都不能给收拾，我这还行，咬牙整吧。不光埋汰还呛人呢，全是土。我哥说这屋里的电线好像不能用了，今天找来了懂电的朋友给看看，要是不能用了就重新换新的。他们后边研究着，我在东屋开始清理垃圾。今天的目标就是把电修好和把屋里的垃圾都清出去。这房子应该是空了有几年了，屋里一股潮气，得开窗户好好放放。我直接从窗户把垃圾扔到外面了，主要是省事儿啊，然后一起扔掉。这边电工说就是走廊的灯头坏了，换个灯头就行了，其他屋都有电。扔完东屋的垃圾，我又开始清理西屋的一个破车座，拽到门口卡在那儿了，我就把我哥喊过来了。你看人家进来就知道把它折叠上，你们说吧，我是属于不会干活的人呢，还是我笨呢？这收拾房子该说不说是真埋汰呀，一动弹满身都是土。收拾一堆电线和破铁，收起来卖钱，再把窗台的土扫扫。这感觉我没干多少活啊，浑身都冒汗呢。东屋和西屋清理都差不多了，我哥他们把厕所门也安上了，最后还差把走廊给清理出来就行了。人多干活就是快呀，我们4个人，他们3个搬重的大件，我负责清理碎的垃圾和扫地。虽然看着还不是很规整，但最起码能有下脚的地方了。跟之前的对比一下，最起码不那么吓人了。这给我的老腰累的呀，休息一晚上，明天继续干。我希望我的小屋一天变一个样，家人们为我加油吧！有的人说这破房子不值2万，我看5000都不值，还有的人说值。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现在经济收入几乎等于0，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好房子咱也买不起。咱不管这房子好不好了，就是这个地皮也差不多值这个钱了。就是一般稍微好一点不用收拾的房子，最少都得10万8万的，2万块钱能买到这样的房子，在我们这算是便宜的了。不管房子破不破，咱收拾呗，你们说是不？看看这院子荒的，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门前的这些草都清除掉。这进进出出的都绊脚，那边的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我哥在那边拿着板锹先开荒，我在这边把房根底下和路口的草铲掉，铲子都铲不动了。这应该是个小树苗，也不知道长的是啥树苗，扎根扎得可深了。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才把它连根拔起。哎呀妈，今天的风也太大了，吹得脑瓜子嗡嗡的。你看这柳树秧子都长窗台上来了，长得也太深了。我哥突然喊我说，你看那边有2片野韭菜，真的假的？还有意外收获呀！我赶紧拿起镰刀就割了2把，这不晚上炒个鸡蛋不就一顿晚饭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怀念小时候一家人在农村睡着一铺大炕，夏天园子里种着不打农药的蔬菜，现在就连吃个西红柿都没有小时候自家园子里的味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一点方向都没有了。还有屋里面这个墙面都脱皮反剪了，你们说是刷涂料呢，还是糊报纸呢？反正不管咋整，都得先把这个墙面抢一抢。你们说是不是？赶紧干吧，这2天给我累的呀！今天我明显没有第一天有劲儿了，那也得咬牙切齿的干呀！哎呀，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得把这个香点上。知道我为啥要点香吗？你们知道点这个香是干啥的吗？今天是我收拾2万块钱农村小院的第4天了。今天把树中间这个过道的草铲掉，过几天好铺砖。这几天看评论，好多朋友都问，收拾这房子干嘛这么破？这房子还2万块钱呢，我看5000块钱都不值，还不如一把火点着得了，还热乎。你说气人不？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收拾这个房子。因为我想记录一下农村的生活，记录农村生活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农村。我在农村是没有房子的，我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村小院，我也想买一个好一点的。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买一个好一点的，不用收拾，直接住人的那种房子多少钱吗？最少得10来万。
不是所有的农村房子都不值钱的，所以呀，我只能买一个这样的房子。房子不在于贵贱，在于收拾。所以呀，我收拾房子的支出也得是越省钱越好。在我的计划中，一开始我是想把这屋里面的墙面刷上涂料的。评论区家人们给我留言说，涂料时间长会反碱，那我就选择都给它糊上报纸吧，主要是省钱呢。然后院子都给它铺上砖。就光这屋里面收拾一下都得老大工程了。还有厕所，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厕所是在室内的，过2天买个蹲便器给它拿砖砌上。还有炕也得重新抹一下。其实我也很期待我收拾完过后的样子，不用多么豪华，有点小时候那种老房子的那种感觉就行。我估计呀，这外面的草就够我收拾一阵的了，因为这草实在太把屋里面走廊的墙面给抢一抢。我现在就盼着我哥这几天种地赶紧忙完，就能帮我一起收拾了。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地里面插秧就更帮不上我了。这几天给我累的呀，早上我起床都可费劲了。即使很累，那也要去坚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你们看看这大场面，惊不惊呆，雷不雷人？得亏我不是啥矫情人，要不然心脏的人当场就得干恶心了。今天是我收拾农村小院的第5天，评论区有位好心的大哥建议我，收拾房子的顺序是先炕后棚再地面，之后是墙面，最后是院子。一听就是很专业的意见，那我就按照他给我的顺序去做。今天把这破炕席清理出去，然后看看这炕啥样了，明天找人磨炕。一会儿把大锅烧上，看看好不好烧，是重新磨一下子呀，还是炕得重新砌。这2天呢，评论区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2万块钱的小院啊，能不能过户，有没有房照？有的还问还有没有了，我能不能帮他也找一个？在这里我给大家统一的回复一下。首先呢，买这个农村小院，无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在我们这儿都能过户的。我就是城镇户口，我怕以后政策有什么变化，我就直接过到我哥的名下了，因为我哥是村里的户口。这个房子签的是文书，就相当于是合同一样。这个2万块钱小院是我在疫情的时候买的，那时候原房主着急套现，我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我又把厨房的大锅里添上水，然后把灶坑点着。说实话，我都20多年没点过灶坑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点着。还真点着了，我又拿了2块木头填进去烧一会儿。这炕有几年没烧了，里面肯定有潮气。点着了之后，我就进屋里看看情况。这一进来呀，哎呀妈呀，我还以为我进入仙境了呢。这不管有眼没眼的地方，它都漏啊！我真是大开眼界了，这可超出我的意外了。那就得等明天磨炕的师傅来给看看咋弄了。这收拾房子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把打开一看，好家伙，里面都堵满了，难怪冒烟不好烧。这不刚才那老头都快80了，走道都颤颤巍巍的，说啥要帮我干活，我真是为我自己捏了把汗呢。大爷，你要是累坏了，我可包不起呀。哦，他昨天就烧可冒烟了，你搁点啥料能行吗？我早烧烧水。我把昨天烧炕的情况我跟师傅说了一下，师傅说炕重新磨一下就行，不用拔，把里面的土淘淘，里边有潮气，干了之后让我把炕烧干就行。至少得烧5、6回呀。要点，看着顺那个烧你就得一切烧干就给它，啊，不烧干就看见就本了。本了是啥意思？这个那个地是那个，这地也是。这这才来的老头参加树枝没人要，就是你一直烧给它烧干了，得多烧几回，完就不冒烟了是吧？就是炕里都潮呗。潮，烧干就好了，就是这把烧热了。啊，这可能就是空时间长了呗，是不是？不是。就这大红盆，整整端出去4盆土，你说得堵啥样吧？这掏土的时候吧，我还担心能不能掏出大耗子啥的。这炕实在太长时间没烧过了，还行，真没有耗子。要把这炕板放回去的时候，完了，放不回去了，咋回事呢？师傅说炕板底下应该有2个腿支撑着这炕板，要不然它会塌。这里边这时候少了1个腿，我俩就研究半天。我说不行，就整块砖垫一下子吧。我就去屋外取了2块砖垫上了，这回行了，不塌了。
然后我俩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就是和泥。我就好奇地问师傅，为啥不用水泥磨呀？师傅说，农村的炕都是用泥磨的，水泥磨完杠杠硬，再扒炕就扒不动了。这个师傅是我在村里边找的，连除草和磨炕他就要了100块钱。该说不说，还是村里的人很实在的，真心觉得很便宜。看完这磨完的效果，是不是也可以了嘛？我还至于干这体力活吗？都说一个温柔可人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一个要强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啥也不是的老爷们儿。别人521晒礼物晒转账，我的521在小院搬沙子搬水泥。别管521还是214，在我这儿都是被掠过的。就我都搬上水泥了，还能有啥惊喜吗？我也不知道体重100斤的我是怎样把水泥搬进屋的。天知道我翻了多少次水泥袋子，每翻一次都觉得大脑要缺氧似的。今天搬水泥让我想起了2年前装修楼房的时候，我自己把10袋25斤一袋的胶泥扛上楼的场景了。都说月子之仇会记一辈子，但在我这装修之仇这辈子我都记恨着。今天是收拾2万块钱农村小院的第7天了，本来今天想把厕所和锅台找人砌上的，这几天村里都在种地，实在找不着人了，就得明天我去劳务市场去雇人了。我觉得这2天的进度太慢了，7天就摸了个炕，太耽误时间了。刚才碰见邻居的大姨告诉我，把炕烧烧干得快，我就拽了2块木板给它踹碎了，填灶坑里了。今天就好烧多了，不怎么冒烟了。这老话说，要强的女人都挨累，命运大多不好。可是我就老想着凡事靠自己，不想麻烦别人。每个女人都想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爷们儿，最后发现最爷们儿的还是自己。遇事儿了自己扛，没钱了自己赚。既然做不到让每个人都满意，那么就让自己。今天是收拾2万块钱买的农村小院的第8天。今天干活的时候呀，发生了点小意外，得亏我有先见之明呀。昨天我和瓦工大哥定的6点半干活，我6点到的。大哥和大嫂子已经把料卸完了，他们俩5点半就来了。我进厨房一看，原来的灶台也扒得溜干净了。我昨天从卖瓷砖的地方要了点他们淘汰的瓷砖，我给他钱他没要，他说反正都是剩的几块颜色不全的，你要不嫌弃就拉走吧。我当然不嫌弃了，要是买好的瓷砖，锅台和厕所的瓷砖就得200-300块钱呢。就我这么抠的人，我才不能花好几百买贵的呢。你们说我是不是出门遇贵人了，省了好几百块？瓦工大哥这边干的也是热火朝天呀，一会儿功夫红砖已经砌完了，就差台面的活了。你看人家这祖传的技术，那真是杠杠的呀。大哥的手就是圆规，小绳一拉，一个大大的圆就画得圆溜溜的。我刚宽完大哥，这边就发生了点小意外，给大哥整脸红了。他脸红不要紧啊，给我整冒汗了都，咋回事呢？大哥这小绳没卡准，画大了，锅放上去有个大缝子，这块瓷砖就废了，还得重新嘎个新的。要是砖不够了，我就得再跑一趟去拉一块瓷砖。卖瓷砖的地方在外环，离村里20多里地，来回就40里地呢。拉瓷砖的时候就剩2块了，我厚脸皮都给拉了回来。得亏我脸皮厚了，要不然还得再跑一趟。我说没事大哥，得亏我有先见之明，最后1块了，你整吧，别有啥心理负担。这回大哥把之前画小的瓷砖扣在新的瓷砖上，大多少一对比，这回应该是妥妥的了。大哥这小皮锤一敲，我这心也放肚子里了，不用再跑一趟了。我看没我啥事儿了，我就进屋吃点东西。早上出来太急了，没吃早餐，顺手揣了个酸奶和老式小面包。我可爱喝这个酸奶了，里面有草莓冻干和燕麦，这饿了呀，吃啥都香啊。一会儿功夫就都给造了了。这边砌砖也接近尾声了，大嫂子人可好可实在了，还帮我把里面的垃圾给清理出来了。然后我俩把大铁锅做了上去，跟以前的样子对比一下吧，是不是有点小成果了？还有这个大锅盖，看着太旧太破了，还全是铁锈，但是还是很厚实的，扔了是不是有点可惜了？今天是收拾2万块钱买的农村小院的第9天，今天砌厕所地砖和安蹲便器，还发现了一个小惊喜。今天又是我来晚的一天呢，我给大哥大嫂子拎了1箱水。天气热了，干活爱出汗，就得多喝点水。这人呐都是相互的，人家2口子实心实意的当自己家活来干，我也得将心比心。一进厕所，台阶已经摸好了，
蹲便器也安上了，就差贴瓷砖了。该说不说，瓦工大哥干活真给力呀！人家给我的瓷砖是带点条纹的那种浅灰，我也没有的挑啊，白给的，还要啥自行车呀？能把颜色整统一了就不错了。你们觉着这个颜色咋样？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大哥比论完尺寸就开始粘了，他这往砖上浇稀泥是咋个意思呢？我想半天也没想明白。屋里头太呛挺了，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走着走着还发现了一个小惊喜。你们看这是啥？我太开心了，这是一棵桑葚树，都结果了，我估摸着5月节就能吃了，我可得看住了，别让别人给我捷足先登喽。到时候你们离得近的都可以来我这吃桑葚，站在树底下吃得多爽呀！大哥这边也在收尾了，厕所门这块就贴不了瓷砖了，贴完关不上门，只能用水泥找个坪了。昨天评论区好心老铁告诉我，把锅边用泥固定上，今天让大哥给我安排了，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宝贵意见，清理出来了。今天上面不能踩也不能擦，等干透了再好好收拾收拾。你们看瓦工大哥感觉够呛啊，这么埋汰。上个视频老铁们说这锅是铝的，扔了白瞎了，让我收拾出来。粉丝评论区的意见必须安排呀，那我就试试吧。开始收拾，喷上我这9块9 3瓶的油污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好使，我也是第一回用啊，咱们一起期待吧。看这大锅盖埋汰的还可破了，本来我打算扔了换个新的，但是想想要是能收拾出来还省个锅盖钱，买个锅盖怎么地不得100、80的呀？这实在太埋汰了，分不清是油污还是锈了，用抹布擦一下看看效果吧。几分钟不到的时间，不敢想象呀，嘎嘎亮了。拿起来对比一下子哈，反面是我没刷的，外面是我刷完的，这回我更有劲儿了，我多喷点，这边更埋汰，跟和稀泥似的。这要刷干净了，感觉老有成就感了，你们说是不是？这锅盖刷完了，锅还没收拾呢，这咋感觉活越干越多呢？都愁死我了。我也不强迫我自己都干完了，干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先可着急的收拾。我这人就是急性子，啥活都想着快点干完，要不然就着急上火，老想着这是个事儿。你们说我这是不是病？好了，终于擦完了，看着多干净，焕然一新。得亏听你们的了，没有把它扔了，要不然我真是败家了。你们以为这是不是就完事儿了？这才刚刚开始，来跟我来，我让你们看看更脑瓜子疼的活儿。看看这窗户，这还是我之前清理过一遍了呢。窗框上的绝对算是重油污了，厚厚的一层，给它多喷点油污净吧。看这油点子刷刷往下淌。今天估计窗户擦不完了，上午我去大集去看棚布了，联系好订棚布的人，明天来给量尺寸。本来我想自己定来着，但是想想尺寸我又量不好，再给整小了，还得登高定，想想还是雇人吧。联系完回来都下午了，这边擦多少是多少吧，要不然我要累疯了。擦完这些玻璃，晚上回家，我这胳膊肯定就是抬不起来了。这油污净虽说好用，但是也太费了呀，这会儿功夫一瓶就没有了，我又拧上一瓶，看来我还得再买几瓶，还有好多地方没擦呢。这下是擦完的，露出了原来木头的原色了。以后我给它刷上什么颜色好看呢？那边报纸搬屋里去，这不嘛，昨天给棚布刷涂料那事儿，我跟他说了，老铁们都说你糊弄我呢，刷完肯定掉渣子，给我哥说不好意思了，非要给老铁们一个完美的交代。今天给我找了一个村里的师傅重新订棚布，这下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得好好溜须溜须人家呀。人家砍树，我给人家端茶倒水的，这马屁正好拍正地方了。看见我那棵桑葚树了，说那树歪歪了，说啥要把边上那2棵树给砍了，把那个桑葚树给正倒过来。上个作品评论区老铁们留言说，让我给棚顶上也糊上报纸，说躺下来正好还能看看新闻大事儿。主意是好主意，但是面积太大，我真是糊不动呀。要不你们来帮我糊呀？我又一想，咱可以换个姿势看国家大事嘛，把报纸糊墙上，然后侧躺着也不耽误看呀。你们说是不是？这时候量尺的师傅也来了，进屋里里外外的看了一遍，然后把详细的尺寸也量完了。我这边跟着记着尺寸，然后我哥说反正也拆棚了，把里面的老电线啥的也都换了吧，到时候插冰柜啥的怕带不起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拆房子呢？不是的，今天不是要钉新的棚布吗？钉之前得把原来的棚布拆下来，这不拆不要紧呢，这一拆可太埋汰了，全是大黄土。我就纳了闷了，这也不是土房子，哪来的那些土呢？我真后悔给它拆下来，还不如直接给它钉里头好了，这整的冒烟咕咚的，都呛嗓子。
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4个屋就都拆得溜干净了，棚顶还是木头梁的呢。我记着我小时候我家的老房子就是木头梁的，现在的房子也是这样的吗？然后要把接电的插排线都甩出来，我拿扫帚把棚顶的大蜘蛛网给它扫扫，看着都麻愣人。哎呀，这海拔还有点不够高呢，勉强凑合扫吧。东屋开始挂棚布了，我买的这个布是白底粉蓝字的，颜色亮堂点还金脏，3块钱1米。这4个屋一共100块钱，还免费给缝边儿。你们觉着便宜不？我也没买过呀，镇上就那一家卖布的，贵贱都得买呀。东屋这个尺寸是4.5米乘3.2米的，布的长不够4.5米，还接了一块。这俩人抻还抻不开，我也得在下面搭把手。昨天晚上我拿回家，把这个棚布拿洗衣机甩了，还有点潮的乎了没干透。这屋的灯也安上了，真亮呀！我赶紧用我9块9 3瓶的油污净给那几个屋的灯都擦擦。这油污净我是用出来好了呀，万物皆可擦呀，关键是真管用。擦完一会儿，师傅钉棚布的时候就直接给安上了。东屋也快订完了，11点多了，走廊、厨房和厕所也很快的订完了。看一下安完的效果吧，虽然跟豪华不挨边，但是跟之前的比干净多了。本来下一步打算给墙面铺报纸了，这又增加新活了。你们看吧，刚抹没几天的炕，师傅给踩塌了，我又回到解放前了。这炕板一拽就碎了，今天把踩塌的炕板给换了，然后再把炕重新抹一下。瞅瞅这屋造的一片狼藉，我就1天没来就造成这样了，都没地方下脚了。抱怨没有用啊，开始收拾干吧。本来这屋里就没有啥，现在又一贫如洗了。我感觉我又回到解放前了，之前都白收拾了。我把这小破桌子给它拽到墙角去，扫地当害，暂时还能放点东西，等收拾差不多了就给它劈了烧炕。这点报纸啊，得亏我用塑料袋给套上了，要不然都得给我整埋汰了。我还得糊墙呢，你们说这些报纸糊墙能够不？这炕上也全是垃圾，我就纳闷了，咋就造的这么埋汰呢？看看又扫出这些垃圾，冒烟咕咚的。这会儿炕板也抬来了，这还是从别人家要的呢。现在抬上去比一下尺寸大小，要是大小不合适还用不了呢。没想到这大小刚好，之前磨的炕都裂得七裂八问的，用的都是院子里的土。大叔他俩去大坑边上拉了点白土回来，说边磨边糊上报纸就不裂了。我感觉这回应该能整好了，这回要再整不好，我就全给它砸了，重新砌。我这暴脾气还整不好个炕了呢。炕沿这边等晾干了，大叔说有卖现成的炕沿，买一个安上就行了。今天晾一天，明天过来烧烧炕，干透了就开始糊墙面的报纸。这些报纸我估计还不能够呢，上哪整点报纸去呢？进屋第一件事啊，就是先把水烧上。正好昨天把扫出来的垃圾填灶坑里都烧了，我也懒得出去倒了，一边烧炕一边熬浆糊。我头一回熬浆糊呀，也不知道放多些水，放多些面呢，凭感觉放吧，能糊上就行了。我放了1碗面，水是随便添的。你们知道水和面的比例是多少不？我先搅和搅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我咋感觉这像布了疙瘩汤呢？一块一块的，赶紧盛出来吧，要不然一会儿都干巴了。看看我的小滚刷好不好？往墙上一刷，多省事儿啊！昨天抹的炕还没干透呢，还不能上去踩。今天把窗户这边先糊完，等炕干透了再糊那边。要不然呢，你们又该说我偷懒，进度慢了。真不是我偷懒啊，这活一个人干真是挺费劲的呀。我一边刷浆糊，还得上梯子糊，糊完一张还得下来取报纸。这要是有个人能在下面递我报纸，就省事多了。别忘了这边还有个手机拍着呢，我还得下来来回挪手机支架。主要是吧，我恐高，梯子的第3个凳我费老大劲才上来的，要不然够不着顶上的。你们发没发现我的腿都在瑟瑟发抖啊，都吓冒汗了。上来容易，下去可就难了，我卡在那儿了。最后真是扶墙下来的。糊完这几块，今天说啥也不糊了，正好浆糊也没有了，糊个报纸吓得瑟瑟发抖。你们说我是不是太完蛋了？
买的农村小院，今天发生了件大事儿，小院竟然被偷了，我却敢怒不敢言。咋回事呢？我先把这水泥和上，然后和你们好好说说咋回事哈。今天把那个炕边和窗台掉渣子的地方抹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整好啊。哎呀，水泥有点少了，再加点。反正我的宗旨就是水多了加水泥，干了加水，这回应该差不多了。咋有点不爱粘呢？这水泥也干得太快了，是不是天气热了干得快呀？本来吧，我在屋里糊报纸糊得好好的，这面墙马上就竣工了。今天的浆糊让我熬点有点稀了，我怕不粘，正好再熬点浆糊把那边墙今天一起糊完。前几天我哥不是在院里砍了2棵树吗？就放到院里晒干留着烧，耽误我干活啊，真是气人。丢点破木头我也不能去报警啊。后来邻居的大姨告诉我，是附近的一个岁数大的老头给拽走了，拿走就拿走吧，那么大岁数了，别跟他一样的了。大姨这么劝我，但是我还是憋气，多大岁数不说，你不能上我家院子里不问自取呀，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真想找那个老头去问问，但是我也害怕他岁数大再讹我咋办，真是敢怒不敢言。也许我就是那个愚蠢的人，本来城里有房，干嘛非要来村里遭这个罪呢？天天都遭得灰头土脸的，脸也晒黑了，手也遭脱皮了，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这2天我的腰托也干犯了，你们说我这是到底图个啥呢？这就是我花2万块钱买的农村小破房。有人说我买的值，有人说这破房子白给都不住。收拾小破房半个多月了，今天终于有点干净的模样了。我的报纸工程终于要竣工了，我给炕上又糊了一层报纸，这样看着就干净多了。然后把炕葛铺上，炕上面的窗户我准备挂一个半透的小纱帘，省得挡光。评论区老有人问我，你的墙面为啥不拍墙板？你的棚顶为啥不吊顶？我也知道那些都好看，但是都得花银子呀。咱这儿要的就是花最少的钱，装出最牛掰的效果，主打的就是一个质朴田园风。炕铺完了，然后我把这边窗户上面打上点发泡胶，把缝隙填平，然后周围糊上报纸。这个窗户我想挂那种竹帘的挂帘。外面打雷下雨了，我也该收工了。看一看之前的样子和现在对比一下，是不是眼前一亮了？这样的小院，那你就得先查查你的银行卡里有多少个零。别人家那些瓜果梨桃、井井有条的小院，那得看你是否有双勤劳的双手，好多活你是否能干得动。银行卡里既没有零，双手又不能劳动的，那你就得往后稍一稍了。事先声明啊，我让你往后稍一稍，我并不是瞧不起你的意思，我这只是善意的提醒。就好比我现在小院还不能住人，每天从市区往返10多公里，我已经跑了半个多月了，你是否能坚持得住？不是3分钟热度。田园生活的确很安逸，但是春夏秋冬1年4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如果你是有存款的，而且银行卡里有很多零的，你可以来。就算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担，但是你有钱，任何事情都可以花钱雇人干。说到这里，有的人肯定会喷我，你这就是变相的夸你自己既有存款又能干的。错，我是属于脑瓜子一热型的，既没有钱也不是很能干，很多力气活我的确是干不了的。谁让我当初一冲动就买下了这个小破房呢？逼到这个份上了，不得不干呀。我是属于赶鸭子上架，不干也得干了。全是土，你看看现在的我，不就是在天天吃土呢吗？今天是最后一天吃土了，把西屋扫完土以后就不能这么埋汰了。也有人说我不上进，30来岁的年纪是刚好奋斗的年纪，是创造财富的年纪，我却选择回农村摆烂。有句话不是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吗？当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受够了职场的勾心斗角，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和生活，每天情绪焦虑、暴躁、失眠，就想逃离那样的生活，想要找个田园小院宅一宅，闻闻雨后泥土的芬芳，听着清脆的鸟叫，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春天播种，秋天丰收，睡一铺大炕，品一杯香茶。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奋斗就去奋斗，想摆烂就摆烂。如果你的人生并不快乐，即使让你活100岁、1万岁，那也是白活。所以呀，怎么快乐就怎么选择。
上个视频大家让我把小院卖掉，其实我也动摇过，后来又想想，如果我卖掉了，以后我还是会后悔的，不如就一条道跑到黑吧，咬咬牙就坚持过来了。我哥说，就我这么轴的人，10匹马也拽不回来。你们说我这是轴吗？评论区里也有和我一样轴的人吗？今天给墙面刷涂料，刷之前让二叔把这些泡沫板子都拉走，拉到地里面垫土道。在农村过日子呀，你就得仔细着点，啥都不能扔。以前我就是用不着的东西都扔了，然后用的时候就拍大腿，后悔扔了，再用的时候还得重新买。今天呢，我把西屋先刷一遍涂料，干了看看啥样，能不能刷得住，然后再刷第2遍。有的老铁该问了，之前东屋都糊上报纸了，咋不都糊报纸呢？其实我一开始计划是都糊报纸的，但是我一个人糊太费劲了，我的老腰也糊不动了。索性这屋就刷涂料吧，省点事儿。也有人说花2万买的小破房，得花20万装修。你们可能对我这个装修有啥误解？我一直都说的是收拾收拾，都谈不上装修。不是我花不起那个装修的钱哈，咱得考虑一下性价比。如果我想花20万装修，那就不如把房子推倒重新盖了。再者说，投入那么多，我就觉得不合算了。即使收拾好了，我也不可能1年4季都住在小院，因为小院离稻田地比较近，上地干活啥的，临时有个吃饭、休息歇脚的地方。要不然我哥他们在地里干1天活，1天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等我把小院收拾好了，在院里支口大铁锅就可以开火做饭了。后院还有个菜园子，收拾完屋里，我就把菜园子都种上菜，瓜果梨桃树啥的都种上，是不是也挺好的呀？我收拾农村小破房就是为了视频流量，就是摆拍，拍完就回城里了。为了这点流量，花2万买个小破房赔了。评论区里有人这么评论我承认我的确是拍短视频记录我农村小院的生活了。那我现在小院不能住人，我不回城里，我住哪儿啊？还摆拍，往哪儿摆呀？屋里这些活你帮我干的呀，真是气人呢。今天是收拾农村小破房的第22天了，你们家收拾房子都是自己干的吗？不知不觉我一个人已经干了快1个月了。今天给墙面刷第2遍涂料，昨天刷的第1遍已经干得透透的了。好多人问我为啥不雇人干，何必自己挨这个累？我也想雇人啊，1天雇人人工费300到400，多贵呀！反正我是没舍得雇人，家趁啥呀？趁矿啊！我只有窗框和门框。什么喜欢亲力亲为，体验农村生活的快乐，这些都是客套话。这些话只适用于刚开始干的前3天。刚开始干的前3天，那我干得可起劲儿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干得激情澎湃的。你再看看干了20天的我，现在的形象跟这小破房绝对的接地气。之前的墙皮有的都掉得一块一块的了，也不知道我这刷完能不能掉啊。我也是没干过，心里也没底呀。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干点活就浑身出汗了，歇会儿再干，去院里。今天准备把剩下的墙都刷上涂料，我感觉刷涂料没有啥难的，只要白就行了。除了有点累，还很解压，特别是原本黢黑的墙被我抹得特别白的情况下，感觉很治愈，很有成就感。
这才是第一个屋啊，还有2个房间呢。住楼房好还是平房好呢？收拾花2万买的小破房有段时间了，我可能是全网最慢的一个了吧？天天这一把那一筷子的，我是想起哪块干哪块。这不强把火把西屋涂料刷完了，厨房和厕所我实在是刷不动了，回家上炕都上不去了，缓2天再干吧。今天干点轻巧活，把炕先擦擦，落了一层土。在农村啊，就是土大，不像楼房，顶多是有点灰。擦完上炕，我把窗户刷上油漆。过2天买的窗帘就要到了，安窗帘之前得把窗框刷上。我可真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之前老铁们说让我刷原木漆，我看这也不中啊！你们看刷完跟没刷一样呢，还埋了吧胎的，而且里边还不是一个色儿的。我又踩坑了。自从我开始收拾这个小破房，就次都踩坑，还坑不一样。不中了，明天换漆吧。下地把我那个破抹布洗了，那臭的都招苍蝇了。这个抹布可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了。擦过锅盖，擦过油漆，擦过窗框，擦过炕，集合了各种污渍，用洗衣粉根本洗不掉了。我喷了点我之前用过的油污净，看看这水黢黑的，又换了一遍水。咱就说吧，谁家抹布有我这干净吧？这油污净啊，就适合我这种懒人。这样活还没干完，我又惦记上我外屋地这个大铁架子了。我想给它加上一块木板，改成一个桌子。但是让我犯愁的是，4边都有个铁角，木板怎样才能固定上面不跑偏呢？你们有啥好办法不？给我出招。还有个别说好看的，只能说一人喜欢一种风格吧。但收拾这样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原来什么样，家人们可以看我之前的作品，那里有我刚进来的时候的视频，要那时候你们看更得说破了。现在最起码能待人了。今天我把这面窗框刷上油漆，昨天买的油漆不是踩坑了吗？没错，我又买的绿色的。有人又该说我土了，这事儿真不赖我呀，得怪村头卖油漆的大哥，为啥对绿色这么情有独钟？他家就没有让我有第2种选择的权利？难道他在这个颜色上发生啥神话故事了吗？哎呀妈，这油漆滴答滴答的，窗台上的报纸算是白糊了。我赶紧拿报纸给炕铺上，油漆可不好擦呀。我就说这活越干越多，还越干越反攻，谁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有多暴躁吧？这屋里得亏就我自己，要是有第2个人，我都能往他身上撒气。这边边拉拉的也太不好刷了，太考验我的耐心了。刷多了就容易蹭玻璃上，不管啥样了，闭眼睛刷吧。马上刷完了，眼瞅着1小桶油漆剩个底儿了，把内屋窗台刷上。这桶小绿油漆一点都没浪费呀，可丁可卯的，一点没剩啊。本来今天阴天想翻园子土的，昨晚上下了1宿的雨，地里可宁了。垃圾堆里别人扔的破烂，你们会捡吗？没错，我捡了。这个床头柜就是我和大姐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别人扔在垃圾堆里不要的东西，我俩却当宝似的乐呵的捡回来了。我俩捡的时候啊，边上的人就对我俩投来鄙视的眼光，还指指点点的。看这俩人穿得像模像样的，没想到还跑到垃圾堆里捡别人不要的破烂，真丢人，真让人笑话。他虽然说得很小声，但是我听着却那么刺耳。于是我腰一直，眼一瞪，双手一掐腰，咋的？捡你家的了？你咋管那么宽呢？扛起柜子我就走。我只能说，日子是我自己的，一个人一个过法吧。我1没偷，2没抢的，我并不觉得丢人。这柜子哪儿都没坏，还9成新呢，只是样式旧了点儿，放在我的小院里正好，捡回来擦擦，能放不少零碎的小物件啥的呢。昨天下了1宿的雨，屋里都可潮了。我把拆下来的破门劈了烧炕，炕也好久没烧了，今天给它烧透。再看大姐这边，这件事儿并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自己在那儿乐呵的用报纸叠帽子呢，她开心就好。我和大姐相差20多岁，我俩并没有年龄上的代沟。最初在这个平台上相识，短短几天的时间，我们相处的就像好多年的朋友一样，从陌生到彼此惦记。为了给我省钱，帮我去捡破烂，从家里给我带各种东西。只要我能用得上的，只要他有的，他都给我拿来。我跟大姐说，我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好事儿，才遇见了你这么好的人。
我俩早上6点出发开始干活，干到下午4点，我燥得脑瓜子呛毛了，胳膊酸疼，两腿发沉。大姐累得汗珠子跟桑拿了似的，那还要一鼓作气的干完呢。最后我急眼了，罢工了，说啥也不让她干了，让她休息一会儿。她又在那儿鼓秋上桌铺了，把茶具摆上了，烧水壶也是大姐从家带的。边收拾边念叨，现在就差一罐茶叶了，大变样。你们肯定说不信，不信你们就看到最后。这个长是2.85米。原本这厨房里面都打算刷成白色的来着，但是挨着锅台这块做饭有油烟，还没有油烟机。为了能扛模糊点，我花了24块钱买了3米的防水布，给这块贴上防水布，既好看还好擦。本来想把尺寸量好了，在布上裁剪个整体的，结果我俩给整失败了。想的挺好，一剪就废，差点把防水布给剪废了，只能量一块贴一块的拼接了。来吧，来吧，这点活看着不起眼，我俩折腾了2个多小时才贴上了一半。早上我俩都没吃早饭，提了个瘪肚子干活，都干不动了，没有劲儿了。我喊大姐进屋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大姐还要擦玻璃，我的个老天爷呀，我是干不动了。吃完休息了一会儿，我俩要继续干了，把上面的大力胶蹭蹭。该说不说，这个颜色是真亮堂。大姐说终于有点像家的样子了，一点一点的再把卫生收拾收拾，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你们觉着我这24块钱改造的还算成功吗？把我饿的差不点把碗都给吃了。今天给小院增添新设备了，花65块钱新买了口8印的大铁锅和一个洗菜盆，一会儿你们看看咋样。这不嘛，我和大姐又起早去大集了，大清早的着急忙慌鸡飞狗跳的就撩去了。饿的我回来就干了一碗山药南瓜玉米糊，吃饱了好有劲儿抬锅呀。大铁锅里头干点啥了呀？将来种花再种个这里。还能种花再种吗？能呢？你有个了？还得有用的。之前这个大铁锅全是锈，刷了好几次也刷不透了。大姐说这锅不行了，花65块钱买了口新的8印的大铁锅，新锅新气象嘛，希望我以后的日子蒸蒸日上吧。你们看我这个大铁锅还行吧？值不值65块钱？还买了个洗菜盆，大姐在那儿像模像样的比论高低呢。这些日子给我俩累够呛，得亏有大姐帮我忙前忙后的干活，要不然就我自己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大姐真是一会儿都闲不住，扫完地又惦记把门口的草给铲了，说闲乎绊脚。今天我都打药了呢，这不长得嗷嗷光闪。打药对，人不有大骨头吗？你还搁这弯腰？大骨头能扶上啊？能。怎么就这个呢？真是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这脑瓜子给你气的直冲天灵盖。瞅瞅人家这水管给你接的，直接给你横地中间了。拿起电话我就嗷嗷爆炸了。你们来看看来，你们要说这活干得没毛病，我都给他五体投地的磕一个。这横也不是，竖也竖不起来的，只能躺地中间。本来我还能将就着用，这回倒好，不重新接我连水都用不了了呢。没错，这又是我大哥给我干的活，一天天好心没干出好活来，净浪费那材料，啥好人能受了吧？我只能翻白眼掐人中自救了。谁让我是求人家干的活呢？没办法，只能又找了个水暖的大爷来给我救个急。大爷接到电话，火速就来了。量完尺寸，大爷去拉管，我在原地等着。回来就开干，把原来的蓝色的管子都剪掉了。剪掉就剪掉吧，省着我看着来气。咱就说吧，虽然我这房子破点，也不能这么敷衍我吧。其实我也知道我大哥是好心帮我干活，但是我就是压不住这股火，拿起电话冲着他就嗷嗷一顿喊，我还求着你干点啥吧，顿时给他喊得下不来台了。隔着电话我俩喊个半红脸。大姐看着我气得呼哒呼哒的，也不敢劝我，也是看我头一回发这么大的火。这回都知道为啥总是我一个人干活了吧，因为谁都指不上。这回我让大爷把水管挨着四面墙走一圈，用卡子把水管固定上了，把洗菜盆也做上了，马桶水也连上了。1个多小时完活了，洗菜盆也能排下水了，厕所马桶也能冲水了。我给大爷结完工钱，门一锁，我也气呼呼来给我送桌椅板凳来了。但他万万没想到啊，他把卖桌子老板娘的大金镯子也给我送来了。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花2万买的小破窝是有了，也收拾的差不多了。送货大哥3下5除2的都搬进屋了，大姐就呼呼开始擦呀。你说大姐这散光又老花眼的，估摸被这大金镯子给她晃的，看金子眼神还可好使了呢。收拾差不多了，我又掂量起这个大金镯子，得有30克，还是实心。我花2万买的农村小破房，我大哥却要把我赶走，不让我住了。我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家人们，大家好，我是笑笑。收拾这个农村小破房已经1个多月了，眼瞅着要见亮了，却发生了一件糟心的事情。今天我和大姐正在院子里拔草呢，这草也太荒了，不拔拔都不像住人的人家了。我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说要跟我说点事儿，我就去了。到他家之后，给我拿了1万块钱，说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写的他名，房子所有权归他。当初你拿的钱，现在给你1万块钱，这房子就跟你没啥关系了，你以后也别收拾，也别在这住了。我说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说我花钱买，落你名下，这房子就算是我的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况且我花了2万，你给我1万是什么意思？现在房子要收拾完了，你要赶我走。他说给你1万都不错了，要不1分都不给你。他跟我吵吵了半天，原因就是前几天我俩不是因为接水管的事儿吵架了吗？他说我好心帮你接水管，你还骂我，还发到网上去骂我，街坊四邻的都刷到了，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了。亲兄弟明算账，何况咱俩还不是亲的，咱俩就断绝关系。听完我转身就走了，那1万块钱我也没拿。当初就有家人们提醒过我，不能落到你哥名下，万一不给你了咋整？我就寻思亲近礼道的不能那样，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家人们，你们说我该咋办呢？